后医美律师。那今天我们要讲的就是很多人都叫张医师是亚洲线王，像我们明后天张医师很忙，又要教其他医生上课。那我们今天要讲的主题比较不一样，是要讲哪些问题拉线是没效的。对，很特别，对不对？因为其实你看我到过很多国家演讲嘛，还有教学啊，开workshop，我们去过好多地方，比如说泰国大陆当然也非常多次，韩国、巴黎、美国、菲律宾、印尼，我到很多地方去教这个线哈，这个因为我们做线的方式跟人家不一样，我们后面哈，我们这个是关于线的第2集，后面我们会介绍就是到底我们拉线的技术有什么不一样，因为很多客人来，我只会问说，哎，你们用什么线？用什么线？我常常都会想说，用什么线一点都不重要，你线再好，任何一家诊所打个电话，线都会来。所以问题不是你用什么线，问题是你怎么做。大家看很多的影片都只是一直在吹嘘说，哇，这个多棒多棒，都只讲好的。我其实觉得我们的节目、我们的影片有一个很大的使命给大家，就是我们要告诉大家一些正确的知识，一些实证医学。你看，我明后天也是要开课教这些医师进阶的线课，其实他们都是用线很多经验的医师，他们甚至是一些线啊，他们厂家的讲师。那他明天要来学这个一些进阶的做法。我一直在教大家怎么做线，可是我今天要跟大家讲的主题，是要跟大家讲有些问题是线没办法解决，千万不要今天你到一个诊所，这个诊所吹嘘这台机器多省多省，销售的话什么都讲得出来，会跟你讲这个线多厉害多厉害，什么问题都可以解决，然后拉完解决不了再找个理由，或者叫你再加线啊，再做什么什么啊，不是这样。有些问题是线解决不了的那大家很容易有这个谬思，所以我今天的主题非常的特别就是要跟大家讲哪些问题是线解决不了的，很奇特吧？哇，第一个流失跟凹陷。一个只会话术的诊所，不能给你有效的治疗；一个不愿录影的医生，不能承诺手术的真实。记得，没效的才是最贵。想做要找真专业。我们来看个影片，这一部影片大家可以去看其实法令纹是有分3型，分别就是你看，第一个是苹果肌下垂，第2个是肌肉型的细纹，第3个是三角形的凹陷。那为什么我们要把法令纹分这3型？因为线它针对的是松垂，那如果它今天它的问题呢是这个凹陷，拉线有用吗？没用啊！为什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图。比如说，我举个例所谓的凹陷型的法令纹，就是指我们的这个鼻翼旁边这里有个凹沟，像这个鼻翼旁边这里有凹沟。特别是有一些人呢，他的这边的骨头比较凸，嘴巴比较凸，然后这个地方就会显得比较凹。他的法令纹的原因就主要是这个地方凹。那我这个时候拉上去，请问这个凹它会长肉吗？不会嘛，还是在所以如果今天它的问题是因为凹陷，会因为你拉提就凹陷就改善吗？不会。所以这件事当然要弄清楚。我再举个例比如说我太阳穴很凹，那我在这边前骨这样拉一拉线的时候这里拉，那太阳穴凹会同时改善吗？不会。当然不会嘛。对，我们现在听都觉得这理所当然。我要讲的意思是，其实在这个宇宙，这道理很简单，松跟垂怎么处理？不要紧嘛，对嘛？你看，若宁她的小学刚毕业，我是形容你的外表，她都知道。松跟垂就是靠拉提来改善，流失跟凹陷怎么改善？填充很棒啊，答得非常的好啊，不错，国中咯。那我们都知道这很简单的道理。可是今天如果我们说我们靠拉提来改善一些凹陷的问题，那其实是不对的。你现在听我讲，觉得理所当然。可是有的时候，你到有一些诊所，他就讲一些似是而非的理论，就跟你说我们拉完以后凹就会改善。不对，其实你仔细想想，这样不太对。相反的，我们更常听到有些人跟你说，我们填东西可以拉提，填东西就是为了把凹鼓起来嘛。鼓起来会让它弹上去吗？会让它就拉起来吗？会让它变紧吗？不会嘛。我听说很多都这样子讲，很多都这样子讲嘛，对不对？那填充完又变紧，你仔细想想，填东西为什么变紧？它可能会让大家会有一个错觉。大家记得我看我们前面几集我们前一次在放那个漫画脸。最近超多漫画脸的，漫画脸就是脸变成面包超人的漫画，它就是这种似是而非理论导致的结果，就是填充就可以拉提。其实这个都是
严重逻辑不对，你就算不是医务人员，你仔细想想，对啊，这样不是怪怪的。所以流失跟凹陷可不可以靠拉提改善？不行。哦，我也常遇到有客人啊，就会说，张医师，那我比如说我拉完额头以后，我是不是这个额头本来凹的部分，它有些凹的部分都会改善？不会啊，那个要靠填充。OK， 所以第一件事要跟大家讲的，凹陷不是靠拉线就可以改善。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客人的图哦，你看他是不是也有很明显的法令纹？很多时候客人就说，等一下张医师，你一说那个拉提不能改善凹陷。要怎么去分辨？告诉我们一下，比如说我们看这个客人，你看他也有法令纹，刚刚就讲，我们举例法令纹它的形成，有的人是因为苹果肌下垂这一种拉线就有用，哦，那有的人是因为肌肉拉扯造成的，有的呢是因为凹陷造成的。怎么分辨？其实你看这张图，你可以看得出来，你会发现他在鼻翼旁边这里很明显是陷进去的。现在各位拿起你手边的镜子，你看着镜子摸一下，你摸一下，你这里的坑是不是很明显？如果你这个凹坑很明显，那代表什么？代表你的这个法令纹也是属于凹陷型，你的这个凹坑呢，也是要靠填充，而不是靠拉提。OK， 好，这一种法令纹我们要做的是填充。填完以后，你发现一件事，它的凹坑改善的同时，它法令纹改善。那对于某些人而言，他甚至嘴凸感也会改善。就像我每一次在很多的节目里面不断的讲，要先诊断再治疗。好。第二个问题，这个我也很常遇到，很多人会做一件事，就是说我脸上有一些纹路，我是不是靠拉线那个纹就不见了？我们脸上的纹路其实是有分的有的纹路我们叫动态纹。什么叫动态纹？就平时还好，一做表情的时候纹路就跑出来了。你看，大家仔细看，这里有一点小小的细纹，这种就是动态的纹路那这种动态的纹路呢，就是笑的时候挤的时候才会挤出来。好，所以动态纹指的是有表情、有动作的时候才会产生的纹路，我们叫动态的纹路。那很多人就会问一件事啊，我这个是不是拉完线，我这动态的纹路就会改善？我举个例比如说像这个人，他就很明显是一个动态纹路很多的人。你看他的法令纹笑的时候两条，像两条什么？鲶鱼。你好机车你也有，你笑的时候也有两条。对，像这一种就是肌肉型的纹路。肌肉型的纹路它有一个特色，就是没有表情的时候，你看，如果你有时候没有表情的时候还好，干嘛那么假掰？做来故意做这种动作。那你看，我随便一讲句话逗他笑以后，你看他笑的时候，千年鲶鱼精的原型就跑出来了。我这样会不会被客人骂？好。就知道了。那你看他也是一样，笑的时候两条细纹就跑出来，所以他这一种法令纹就是肌肉型。我再举个例你看这里笑的时候，它有一些笑纹，在嘴角旁边有一些笑纹。很多人就会误会一件事，像这种动态的纹路，我们要拉线它会不见吗？不会。为什么？我现在拉一拉，你的肌肉就不会动了吗？不是嘛？你肌肉还是会动。当我今天拉线的时候，我不会拉一拉，你的肌肉就不动啊。所以这一种动态的纹路就不是靠拉线改善。我再举个例，好，我们来看，很多人都有这个眼下的细纹，特别是眯眯眼笑的时候就有一些小皱纹。那这种小细纹笑的时候才跑出来的，特别是眼睛下面的，这种拉线会改善吗？不会，因为它是肌肉拉扯造成，不会因为拉线改善。可是鱼尾纹比如说若宁她笑的时候这个鱼尾纹笑的时候才有这一种纹路，不会因为拉线改善。但是有一种鱼尾纹拉线会改善你看像这种，它这个地方是真的垂了。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我一直强调，线呢它是用来针对松跟垂，所以如果它是真的垂的，我们拉线，它就会改善。那这种已经垂到压出纹路的时候，把它拉线就会改善。但是如果是肌肉收缩的时候才有的纹路，靠拉线会改善吗？不会。大家下一句话就问，那张医师，这种动态的纹路要怎么解决？打肉毒。对啊，好聪明，我的天哪，天才啊！高中。对，不要大学咯，加油！好，那没有错，我们因为这些动态纹条是肌肉拉扯造成的，所以你要针对肌肉嘛。针对肌肉最简单的方式就是打肉毒，因为肉毒的原理就是放松肌肉，所以把肌肉放松，动态纹路就不会出现。这是一个方式。好，来很多人会误会一件事张医师，你刚刚说
那个这些动态的纹路哦，它没有办法靠着拉皮不见哦。可是我不是拉紧了，它就平了吗？不是，所谓的动态纹路啊，它就是底下有肌肉去拉扯它，导致产生这个纹。好，你今天就算把它这样用力一拉，这个肌肉会因为这样，它就不去拉这一块皮吗？不会。它还是会把它扯回来，哦，所以你拉再紧，它还是会把它扯回来，所以我才说这一种不是靠拉线可以改善，这种要么就是直接打肉毒，把底下的肌肉让它怎么样，让它不会动，要么就是在肌肉跟这个皮肤之间垫一个动态玻尿酸，让它不要去拉扯的这么厉害，好，这个叫动态，所以这种动态纹路是不能靠拉线改善。好，那这个时候就有人问啊，张医师，你刚刚在讲动态纹，我知道还有一种纹路叫做静态纹，什么叫静态纹？没有做表情，有没有纹路？你看，比如说若宁很年轻，但若宁脸上有静态纹，你们有发现在哪里吗？抬头一下哦，来，往上抬哦，这个地方，有看到吗？你看若宁也有这个，它也有这样子横向的这个横波纹，这就是一种静态纹。这种静态纹它没有任何表情也会发生。我再举例，像有一些人，他的皱纹已经很深了哈，好。他的这个纹路啊，他就算没有任何的表情，好，我们来看，比如说像这个人，这个不是我们的案例啊，这是国外的案例。你看他这个嘴角旁边，它是有这个静态纹。那这种静态纹呢，他今天就算做了拉提，你可以看他两边脸变比较紧。这个客人是我从国外网站抓的，他做他们的拉皮手术，你可以发现他这个纹还是在。为什么会这个样子？当然，首先是因为他没有用3层自打皮，3层打皮这个是可以解决的啊。但我们要先解释，奇怪，它明明已经很明显有变比较紧了，它为什么静态纹还在？因为静态纹的形成原因是这样子的，这个是我们正常的皮肤的组织，可是静态纹就是这个纹路呢，它平常啊就像一张纸，我一直皱它，让它已经变皱的时候，你可以看到这整个皮肤啊，它本身组织已经变得很脆弱，或者是它这个纹路局部的这个地方，它的真皮层变薄，这个时候它没有任何表情，它也会产生一个静态纹路。那像横波纹好了，横波纹呢，它是我们身上一种比较特殊的静态纹，它跟年龄无关，它是先天这个局部的一整圈皮肤那个位置就比较薄，所以才形成这个样子一个静态的纹路。当它真皮层已经变薄的时候，它就会形成这样的一个静态纹。所以静态纹拉线有没有效？没效，它也没有效，因为有一些人的静态纹是因为长期做一些动作。像我们这假设是脸皮，好，我们的手是底下的肌肉，哦，你可能一开始做表情，一直做同一个动作一直做到这个皮肤它的纤维受损，没有任何表情，没有任何动作，它会形成一个静态的纹路，或者是有些地方它的皮肤它局部特别的薄，形成这样的静态纹路。那我今天如果拉线，我拉线可以改善这种问题吗？不行。我不会因为拉一拉这个局部的真皮就变厚。比如说，你看若宁，我把若宁这个局部的皮我用力撑紧，你看它现在这个，我把它用力撑，你没有看，完全没有变紧，完全没有。所以这种静态的纹路，它是因为皮肤的真皮层变薄造成的，拉线是没法改善。所以静态的纹路，要么你做3层自拉皮它可以改善，要么微整形有一种方法是可以改善它的。想不想知道是什么方法？想不想知道什么方法可以改善这种静态纹？就是有什么方法可以去改善那个真皮层变薄？想知道吗？底下留言告诉你。看到这里，大家一定会觉得心里面咦哦，你为什么不讲呢？是他害的哦，大家骂他。我真的想知道哦，因为我们其实没有想要特别推荐厂牌是什么嘛，好像我是他们股东一样，对不对？所以如果你想知道这个产品它很新。哦，它也是少数可以针对真皮层的这个微整，非常少数哦。那其他的都很难处理这个，这个可以。想知道的话，你可以留言或是私讯我们，我们也跟你说。好，所以我讲的这些，我要告诉大家，静态的纹路可不可以靠拉线改善？不行。你听到这里，目前为止觉得拉线好像一无是处，当然不是。拉线针对松垂的效果。特别是如果你会做深层的埋线，像八字线这种做法，你会发现它的效果超乎你的想象。可是它的确有些问题解决不了哦。好，我们再看，像有些年纪大的人，他看到这个图，
他会做一个动作，张医师，我这样一拉，这些纹路就全都不见了，就以为拉完的这种静态的纹路就会不见。它真皮层已经变很薄了，你光靠拉线可以让这真皮层变厚吗？其实不行的，我们就需要用别的方式来处理。想知道怎么处理吗？底下留言告诉你。厉害哦，抓到 key point， 或者是你可以传自己的照片来，我们来告诉你这怎么处理。好，这就是我今天要破解一个很重要的迷思，因为常常会遇到客人说，不是这样一拉就全都不见了嘛？不是像你想象的这样，因为很多这样的静态纹路，它不是简单的松跟垂。对，线可以明显感到松跟垂，但是这个除了松跟垂之外，它还合并的真皮层变薄的问题。你光靠拉只能改善松跟垂，但你没办法改善这个真皮层变薄，所以静态纹往往合并了这样的问题。好，还有一个我觉得也是超常会被误会的，很多人会误会，他只要觉得在嘴巴旁边就一定是嘴边肉，其实有些结构不是。如果大家想要详细的知道哪些问题呢，它不是嘴边肉，没有，这个有答案，这个有答案。我们有一集来，我们看一下连结，那个连结就是告诉大家有几个构造，你以为它是嘴边肉，但它不是嘴边肉。我快速给大家看，比如说 Elon Musk， 你看他嘴角旁边这里有一块。就用这个动作，有一块这样，这个是嘴边肉吗？不，这不是嘴边肉，这个叫降下唇肌。Elon Musk 的降下唇肌很大，不是每个人都有降下唇肌的。比如说你看，如果他就没有降下唇肌，他这里是平的啊。这个降下唇肌会因为拉线不见吗？不会，我不会拉你的肌肉莫名其妙就不见了，它是你的身体的一块肌肉，是用来做表情，我们不会靠拉线把它拉不见啊。再比如说这个是什么？这个叫窝轴，窝轴是脸上7条肌肉汇集的地方。你看这个白色，这是脸上7条肌肉汇集的地方。我们来比如说像这个，好，我们来看像这个图，这个图在嘴角的旁边，你看嘴角旁边有一块小小圆圆的，这叫窝轴。窝轴啊，其实每个人都有，但有一些人窝轴比较大。这个窝轴可以靠拉线不见吗？也没办法，因为它是肌肉。我们不会靠着拉线去把肌肉切断，不会的，因为这样会很僵硬、很怪。那我们再来看，这个客人仔细看哦，你看这个地方，这里有一个凹陷。我要讲的是什么？有一些人啊，他这个地方脸垂垂的，好像有嘴边肉，可是你仔细看，他脸其实。这一块啊，你去拉，怎么我拉完了还是有这种好像这个地方不顺的感觉？一般正常人啊，我们这个地方的骨头它应该是这样比较平顺，但是有一部分的人他的骨头这个前面这个地方它会有一个凹下去，像比如说像这个，它这骨头这里啊，骨头这个地方它有一个凹下去的痕迹。那当它这个地方有一个凹下去的痕迹，就会导致后面这里就看起来好像有点垂垂的，就会像这张照片一样。因为这里骨头凹下去，所以你就觉得这里好像有点垂垂的。但这一种状况拉线是不会改善，这种状况你要做的是把这里填起来。这个我们有一个词叫 pre-jaw circus， 这样我们觉得很有学问。好，所以我要讲的就是说，我们有时候在看一个人就觉得，这里垂，是很单纯，就是觉得反正看起来像嘴边肉就要拉嘛，不是？因为有些嘴边肉它不是嘴边肉。他可能甚至靠着一点填充，他脸型顺了，就没有这种下坠的感觉了。讲了刚刚这个是常常我们遇到很多人的，他其实不是嘴边肉，误认为嘴边肉。更详细的内容，大家赶快去看那一集讲得更详细。那还有一种状况，拉线也不适合，就是它里面的组织太空了，它里面很空虚。比如说他大量减肥以后，里面的组织很松，是虚的，或者是他的胶原蛋白流失太严重了。举个例，我有时候说拉线有点像是这样：假设今天有一个石头它掉下来了，我这个线假设是铁链，铁链穿过这个石头一拉，哇，它就上来了。但今天呢，如果这掉下来不是石头，是豆腐，铁链穿过豆腐，铁链一拉，豆腐留在原地。因为太空了，比如说像有一些人呢，他可能你看暴瘦、皮包骨，或者一下瘦太多，很常遇到很多客人来，我之前减肥减得太瘦，哇，整个里面就很空了。那这种靠拉线效果会好吗？其实也不好。那很多人说那怎么办？这种状况呢要怎么办呢？第一个如果你暂时不想要手术，你要先把里面这个很虚的、很空的，我们要把它补充一起回来，让它比较结实一点，再来拉提。比如说，你可以打童颜针、打维贝拉这种，让它里面的组织比较结实，这个时候再拉线，它效果就会很好。另外一种状况就是说，我就是不想要脸再通，
但是我不受不了这种突然间减肥或是怎么样，这个里面流失的太严重，那个松垮的感觉，哇，那这个时候你就要考虑手术的方式，3层次拉提就会改善这个问题。其实我今天讲了很多各式各样的状况，我其实要强调的并不是说拉线没有效，相反的，大家会叫我线王，就是知道我做很多线，知道我把用线解决很多问题。可是我也要跟大家说，你今天去一个诊所，听到说埋线现在好像很流行、很厉害，你要先判断你适不适合。这几个就是避免你踩坑，你先自我诊断。相反的，你今天看这个诊所，它专不专业，或者是诊所是不是要乱卖东西给你？你自我诊断以后，你去看对方有没有看出这些问题来。如果他看不出来，他看不懂，你反问对方，他不知道，代表你懂的都比他还多，他没有办法处理你的问题，好吗？OK， 实证医学才正确，树桩录影别忽略，没效才是最贵，想做要找专业。好啊，如果各位呢觉得有什么问题，欢迎留言给我们啊，或是私讯我们，我们可以帮你解决一些问题。如果你觉得这频道对你很有用，你也可以把这个频道把它推荐给朋友看，推荐给朋友看，跟我们说，我们的小编会把我们的一本微整圣经，我会把这本书的电子档送给你。好，我们今天就到这里了，拜拜。因为没效才是最贵，想做。